说到南港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软体园区、流行音乐中心，还是那座展览馆？很少人知道，在高楼与舞台灯光的背后，这里曾是包种茶的故乡。被改造后逆转命运的台湾茶，活出了独一无二的花香风味。19世纪末，台湾乌龙茶的外销曾风光无限。从1865年起的15年，更是台湾乌龙茶的黄金期。然而到了1870年代后期，情况急转直下。受到锡兰茶的激烈竞争，中国茶与台湾茶都陷入滞销困境。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乌龙茶，茶商们愁眉不展，灵机一动，将滞销的乌龙茶运往福建。在那里，茶叶被加工制成熏花茶，吸满了茉莉或桂花的香气。为了防潮与保香，茶叶被用纸张放茶4两，包成长方之4方包，包成一小种。这种新做法让它有了新名字——包种茶。为了赋予茶叶更迷人的风味，茶人将茶叶与对岸3重埔所产的茉莉、秀英等香花一同印制。茶叶在与花香层层混合后，被制成包种花茶。当时的大稻埕丁阿开萨飘散着浓郁的花香，再透过大稻埕的港口运往日本与世界各地，开启了台湾茶叶的香气时代。进入日治时代，台湾的茶人不再满足于只是模仿熏花茶，开始改良制成，在揉捻、发酵、干燥的每一步。这项技术的突破是由南港茶师王水井与魏晋时改良发明，他们创造出不带花的高品质包种茶。这香气纯净，被誉为正宗典范。自1931年魏晋时受聘担任讲师，透过讲习会让包种茶变得普及。现在流传下来的包种茶为南港式包种茶制造法，当时日本政府尊称它为台茶之父，开启了台湾包种茶的全新时代。可惜王水井的文山式制造法已失传，自此文山、南港成为包种茶的重镇。包种茶的独特香气漂洋过海，赢得南洋与日本华侨的喜爱。时光流转，今日的包种茶外销量已不如过去，却依然是最能代表台湾细致工艺的茶之一。今日的包种茶主要种植在坪林，位处翡翠水库的水源保护区，远离污染。茶园的未来有望像印度大吉林一样，以高级精品、环保永续的姿态走向世界。民间俚语：台湾真是好所在，树叶也能出花香。包种茶靠着自己的香气，再次成就了台湾最温柔茶叶的奇迹。台湾茶故事，下集见。